且据设计师说，后面可能还会有一款九尾狐的变成妹子的角色，但也是得看第一款的市场份额怎么样，它卖的好不好吧。来吧，新玩具！我从开始拿到这个样板人形的时候，我还以为这不真三国无双的马超吗？但把完以后变形竟然是一个麒麟，让我觉得又有点像姜维啊。其实说起来呢，这套系列跟三国是没有任何的题材关系的，可以把这个系列理解为《山海经》中的这些怪兽修炼幻化成的人形。配件内容：一个龇着牙的替换头雕，后边的马尾辫可以卸下来，2种手型，另外还带一个小宠物帝江。也是在《山海经》中记载，帝江它的造型确实是6足4翼，每一节的根部都是球形关节，可以稍微的活动一些，但是在合缝的地方处理的有些草率了。来看人形的刻画，头雕方面，这张脸做的倒是不算丑啊，还可以，但是感觉灵气差一些。盔甲这一块做的非常漂亮，整个麒麟的头部、脚以及这些毛发的刻画，并且头盔可以直接摘下来，裸头状态下安插这个马尾辫子。这个脸做的太杂兵了一些，大众脸儿，没有什么武将的特色。其实应该可以再多做一些涂装效果就好了。领子做了褶皱的处理，胸口的铠甲造型以及腹肌这里甚至有一些金属漆的点缀刻画。肩甲的造型十分漂亮，其实它不是一个像官图那样的绿色，它是有渐变的这种镭射涂装处理的感觉，对着光线不同的看，它会有绿变紫的一种味道。这身铠甲的这个颜色我非常喜欢啊。后背来看包裹的非常不错，没有任何的偷胶空洞，而且肩膀后边这里有渐变色的涂装造型。武器一根合金的杆子，也可以通过扣子插在背部。小臂装甲因为最后涉及到变成麒麟的蹄子，所以整体的造型也是把蹄子反扣过来，但这个造型刚刚好扣在小臂上，和古代铠甲的造型又显得异曲同工。裙甲上依旧是这种渐变色的涂装，相当的不错啊，造型涂装细节做的也很对味儿。这种鱼鳞式的铠甲，每一片根部还都有关节可以独立的活动。侧裙甲这里甚至根部是双段的，所以完全不会影响阻碍到腿部，包括腰带也很精致。后裙甲也有3段关节。大腿的造型上可以看到一些变形的机构啊，但整体看，我觉得这个不像是上的区，像是在整体零件注塑的时候就融入了这种金属的颗粒粉，对着光非常的漂亮。包括这一面还有火焰纹以及鱼鳞甲的刻画。小腿和战靴也是非常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云纹装饰，金色的勾边，而且这个面儿对着光看真漂亮。造型不错，但是合缝线这些地方也是做的边缘有一些草率，原因就出在零件只是正面上了漆，里边这里还是黑色的，所以夹起来嘛，没有过漆的地方就显得有一条非常明显的黑线。长柄武器这个算什么呢？像是一把大刀一样，前面这里还有刃口，但这里边的一些造型又像是一个三股叉或者戟一类的武器啊。涂装分色做的还是比较细节的。可动方面，头发可以折起来，左右也能旋转。换上头盔之后，头部的活动也不会影响啊。肩关节上抬可以折到60-70度的样子，因为肩甲的造型这里卡住了，折不平。360度旋转没有问题。同时，肩膀里边设计了外托的蝴蝶关节，增加它的武器可动范围。二头肌可以独立旋转。胳膊肘是双段关节，曲臂也能达到180度。小臂这里还有一段关节可以辅助摆造型旋转。手腕是球形关节。腰部360度活动没有问题，同时设计了独立的弯腰关节，并且背后这里遮挡不会脱肉。腿部侧踢可以达到60-70度吧，也是被裙甲的造型局限了。前踢90度没问题。后踢也完全不影响，大腿根部左右可以旋转，膝盖要从膝甲的地方去折叠，这里是90度，但是因为变形的需要呢，后边这里腿肚子还有一个弹簧片儿，
这里可以实现双关节，也可以抬到很高。腿肚子圆滚滚的造型，加入了弹簧片以后，就可以直接折动回归，很熟悉吧？脚踝球形关节，但其实掰开以后可以看到里边有独立的接地位置，所以这款良好的可动性摆造型方面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。而且相当漂亮的铠甲和超可动的关节，摆一个造型随便往那一放就很帅。所以这款麒麟其实还有一种痞帅的味道在里边，但前提是你得压低着一点头盔帽檐，遮住那个眼睛，看起来就不会那么大众脸了。另外还有个玩法，我们可以掏出小宠物帝江，把它插在武器的另一端，就可以把武器当成大锤来使。身高方面，这一款到头顶差不多在19公分左右吧，到盔甲的最高圆23公分。放个1:12的人偶摆一起看一下效果，这款差不多是个1:9到1:10的比例吧。但要让我挑一点毛病的话，因为要兼顾变形的形态，所以人形感觉胯部这里稍微有一点窄，腿部的比例好像腿有一些短了。仅此而已，但只是一点点。你摆造型的时候稍微扭一些角度的话，应该问题不大。来，进入这款很好玩的一个变形过程。首先，人形的拳头旋转一下，手背冲前，后边袖子的造型抠开，旋转180度，让它包住手，遮一下，形成麒麟的蹄子。肩部吞口的位置提起来，折叠一下。头盔立起来后边的这一片毛发，整体的脑袋根部有一个 Z 字的双关节往前搓，把脸稍微的盖一下，脖子往后拆开下方这里的卡扣，领子就可以从中间翻开，后背捏着2个肩胛骨往开抠，打开下方这里插扣，前面胸甲边缘还有一个维度的前锁，打开。从这个缝隙里抠出来，我们把这一块旋转180度贴合，后边的这一片背甲180度翻过来，脖子整体的往上翘，从这个地方翻出来麒麟的腹部，打开后颈部分肉色的零件，往下拨一点点。脑袋180度拧过来，麒麟的脑袋立好，然后中间这里有一个扣子，把眼睛插起来，对上。上半个我们就变好了，哇，这颗脑袋很帅嘛！下半个身体的变形，我们先把4片裙甲都打开，大腿也掰开，从屁股后边 Z 字折叠拉出来尾巴的部分。大腿掰过来 ，Z 字打开中间这里的插点，旋转一会儿这块甲，此时2条腿中间的插扣就可以并在一起。屁股上这个半圆调角度，前裙甲放下来，这里有2个插点，对应这2个扣子，把它扣上。大腿根部这2块半圆往上推，收起来，尾巴顺着这个凹槽扣进去。后裙甲，也就是麒麟腹部这里又有2个插扣，折叠下来，扣住。侧裙甲通过这个插扣和这里边进行固定。现在再结合上半个身体。这里2个卡扣定位在中间折动的这2个插点上，后颈这一块这里的插扣和这个地方进行定位，最后利用这里的插扣和前方这里的边缘锁进行夹合，脚后跟折叠起来，人的靴子左右分开蹄子把，旋转180度扭到前方，人形的膝盖进行 Z 字搓动，大腿装甲往开滑，形成更丰满的后肢细节。胯部刚才我们拉开的这个滑道再缩进去，摘下武器的头插在尾巴尖上，人形的发辫放在后脑，
好的，这头非常帅气的墨麒麟就变形完成了。身体的体型方面做得相当不错啊，再加上在人形的状态下那些铠甲上的渐变涂装细节，在麒麟形态下的这种鳞片完全的展现出来它所有的表面，对着光看一下，真好看。并且这一次美工最出彩的地方，这颗麒麟的头，哇，太帅了！嘴巴可以打开，里边也有牙齿和舌头的涂装刻画。兵器头插在尾巴上，又显得有一些火焰的特效，非常的不错。不过我个人更喜欢另外的一种搭载方式，把这个头换了。这样拆下来，人形的马尾辫虽然损失了麒麟头部的一些鬃毛刻画，但尾巴这里统一起来，和头部有了一个遥相呼应的感觉。倒是脑袋圆滚滚的，这样也不难看啊。但尾巴，我觉得这个流线型会更帅气一些。所以大家喜欢哪一种方式，可以任由自己的喜好进行搭配。可动方面，麒麟的头部左右可以旋转，点头抬头，嘴巴张开。前肢这里因为是人形的胳膊，所以可动性也非常的好，左右旋转没有什么问题，也完全不影响，可动性非常好。尾巴这里还做了3段的关节轴，左右也可以活动。那总结来说吧，山海异变出品的这一套麒麟啊，虽然是第一款产品，但我们也能看到一个相当高的素质了。变形机构虽然说很简单，但是不是一种乐趣。变形完的处理效果非常的不错啊，好玩的逻辑加上身上漂亮的涂装，让这款麒麟不论是人形还是在兽形的状态下，都有一个非常帅气的展示。我觉得这款的兽形比人形会更加的吸引人啊！确实，这一颗漂亮的头雕做得太精彩了，确实也对古代瑞兽的这种神韵把握得非常好啊！尤其脖颈这一块的曲线弧度做的也异常优美，在人形状态下的裙甲包裹出来的这个腹部，前后左右上下的看都没有什么任何露怯的地方，这个相当的出彩。而最终也是看这一款新的国模产品的一种品类啊，能不能被市场所接受。我个人来说，对这个题材是相当喜欢的。山海经中有非常多的这些怪兽可以用来作为题材，而且据设计师说，后面可能还会有一款九尾狐的变成妹子的角色，但也是得看第一款的市场份额怎么样，它卖的好不好吧。毕竟这个东西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啊，而且对于现在的国模产品来说，这个圈子卷得特别厉害，设计师有想法，美工也有一定的底蕴，再加上代工厂现在越来越有经验，不管说在品质上、做工上，以及最后的美术细节上边，我觉得这款麒麟都算是一个跨时代意义的产品吧。非常喜欢身上这种鳞片渐变色的工艺啊，相当的带感。可能唯一一点就是它缺一个受众面比较广的动漫或者说 ACG 产品的 IP 吧。确实，如果有一部大卖的游戏作品或者动画作品作为辅助的话，相信这个系列将会被非常多的人所接受。再加上3XX的售价其实并不贵啊，现在买一个1:12的小人，动辄也得400-500块吧。更何况它还可以变成这么帅气的一个麒麟。总的来说，相当的精彩，也是希望国模的这些原创 IP 能越做越好吧。我主要是等着看下一款九尾狐的小妹子是什么样了。那么得嘞，山海异变的这款麒麟，今天咱们就玩到这儿了。总结下来一个字：国创山海经可变形神兽，牛逼！